从前有个渔夫，他和妻子住在海边的一所肮脏的小渔舍里。渔夫每天都去钓鱼。有一天，他钓上一条比目鱼，还会说话。他说：“渔夫，我恳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我并不是什么比目鱼，我是一位中了魔法的王子，请把我放回水里，让我游走吧，这样我会对你感激不尽。”好心的渔夫把鱼放下，回到他的小屋，走到他妻子的身边，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跟妻子说了。难道你没有提什么愿望吗？妻子问。没有，丈夫回答说。我该提什么愿望呢？妻子说。住在我们这样一间肮脏的小房子里，实在是受罪。你该提希望得到一座漂亮的小别墅呀，快去告诉他，我们要。渔夫不太愿意去，可又不想惹他妻子生气，于是就去了海边。他来到海边，站在岸上说：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。我捉你放你，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依不挠。那条比目鱼果真朝他游了过来，问道：他想要什么呀？他说不想再住在那个小屋子里了，他想要一栋小别墅。回去吧，比目鱼说，他已经有一栋小别墅啦。渔夫便回家去了。他妻子已不再住在那个破破烂烂的渔舍里，原地上已筑起了一栋小别墅。他们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1-2个星期。有一天，妻子突然说：当家的，房子太小了，那条比目鱼可以送咱们一栋更大一些的。我要住在一座石头建造的大宫殿里，快去找比目鱼，叫他送咱们一座宫殿。不行啊，老婆，丈夫说，比目鱼刚刚送给咱们一栋别墅，我实在是不想再去找他，他会不高兴的。渔夫心情很沉重，虽然他不想去，但敌不过老婆。他来到海边时，渔夫站在岸边说：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。老婆觉得别墅太小了，对我不依不挠。那么他想要什么呀？比目鱼问。渔夫说，他想住在一座石头建造的宫殿里。回去吧，比目鱼说，他现在正站在宫殿门口呢。渔夫于是往回走，心里想着快点回家。走到了原来的地方一看，那真的伫立着一座石头建造的宫殿，非常宏伟壮观。他老婆站在台阶上，正准备进去，一见丈夫回来了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：快快跟我进去。他和老婆走了进去。第二天早上，妻子醒来后对着丈夫说：难道咱们不可以当一当这个国家的国王吗？快去找比目鱼，说咱们要当国王。渔夫十分不愿意去，但是老婆特别凶狠。这次比目鱼还是答应了渔夫的要求。渔夫回到家，自己的老婆真的当上了国王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渔夫的妻子就不满足于当国王，她居然想做教皇，又逼着渔夫去求比目鱼。他来到海边，把比目鱼叫了出来，把自己妻子的要求告诉了比目鱼。比目鱼说：你的妻子要求一次比一次过分，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，回去吧，这次我帮不了你了。渔夫羞愧地回到了家，结果看见之前的皇宫不见了，变成了之前的茅草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做人不应该太贪心，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，也快乐了自己，千万不要让贪念让美好变了质。好啦，这个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艾米的视频，就给姐姐一个关注吧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，关注艾米，一起来拍电影吧。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土财主，他有一个32岁的女儿，还没有找到对象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。他首先找到白眼狼家。白眼狼，我告诉你这个种子给你了，谁能种出最美的花，就能娶我女儿。说完又去死要钱家。死要钱，这有个种子，你拿去种，种好了我把女儿嫁给你。然后又跑到狐狸精家。来，给你个种子，好好种种好了你就可以叫我岳父了。狐狸精弄了半天也没整明白，最后他来到小蛋家。
看到傻蛋家这么破，有点犹豫，但还是给了傻蛋一颗种子。拿到种子后啊，白眼狼一直在家看电视，啥也不干。死要钱呢，就整天在家打电动，跟个小孩子似的。还有那个狐狸精啊，就一直窝在家睡大觉。只有傻蛋一直用心地看着种子。很快，时间到了，土财主让他们把花都拿过来。大家的花养得都很好，只有傻蛋啥也没种出来。土财主问傻蛋：“你的花呢？”傻蛋说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种了这么久，苗都没长出来。”那是自然，因为我给你们的都是烤熟的种子，怎么可能种出花来呢？这时土财主宣布，傻蛋以后就是我王老五的女婿。于是傻蛋就和地主家的大女儿结婚了。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有一只狼出来找东西吃，走到一户人家，看到他们家里有个小孩，心想这下有饭吃了。刚想进去，就听见老太婆说：“别哭了，再哭就把你丢出去喂狼吃。”狼听到开心极了，于是他就在门口等着。太阳缓缓地落山了，也没见老太婆把孩子扔出来。晚上，狼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他想，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下。转到房前想伺机而入，却又听见老太婆笑着对孩子说：“快睡吧，狼来了，咱们就把它杀死煮了吃。”狼听了，吓得一溜烟跑回老窝。他的同伴走出来问他收获如何，他惊慌地说：“别提了，老太婆说话不算数，要把我炖来吃，害我饿了一天。不过幸好后来我跑得快，不然的话我就不会站在你们面前了。”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快来一起拍电影吧！丈夫拿出一块石头，说道：“我们今天煮石头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”妻子看他这么较真，也就没说什么。说着，丈夫就把石头丢进锅里，结果没多久，锅里的石头就变成了金子。他们有了钱，又买房又买地的，丫鬟婆子一大群，每天不吃重样饭，每天不穿重样衣，日子过得十分快活。突然有一天，丫鬟告诉他：“老爷，家里来人了。那人说自己是神仙，要找老爷您。”丈夫一听是恩人来了，赶紧跑去迎接。见到恩人，他们立马给恩人请安。神仙说：“日子过得不错嘛。”丈夫赶紧说：“是啊，再也不用打柴了，我老婆也不用织布了。”于是神仙立马站起来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们把那石头还给我吧。”夫妻俩一听说要把宝贝还给神仙，立马说：“请您稍等，我和老婆子商量商量。”于是他把老婆拉到一边，说道：“听见没？这小子要把石头要回去。”老婆子说：“是啊，可不能把石头还给他。”丈夫心生一计，说：“干脆咱们给他一块假的。”说着就拿了一块假的石头给神仙。神仙拿起来一看，问：“是不是之前的那块石头啊？”他们连忙说：“是的。”神仙说：“我怎么看着就像假的呢？”他们连忙说：“是真的，是真的。”神仙说：“骗人可是要受到惩罚的哟。既然你们没骗我，那我就走了。”又到了煮石头的时候，夫妻俩开心地煮着石头。这次跟之前可不一样啊，煮出来的是源源不断的金子。最后把这夫妻俩埋进了金堆里，再也没出来。
好了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们学到了什么呢？快来说出你们的想法吧。